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天鹅座货运飞船用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之后，当2级火箭和天鹅座号货运飞船分离之后，天鹅座号货运飞船最开始的时候的一次这个变轨，它本来是要给国际空间站进行这个货物补充嘛。那它最开始的那次变轨不是很成功，没有达到预定的轨道高度，所以就没有能够和国际空间站完成这个对接。那 NASA 呢，当时就发了一个帖说我们这次对接没有成功，那么我们会在下面再寻找机会。后来呢，这个天鹅座货运飞船经过几次调整吧，飞到了国际空间站附近，然后由国际空间站上的加拿大机械臂捕获了天鹅座货运飞船，然后使它和国际空间站进行了对接。在这里面呢，我首先说几点啊，就是说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出现航天器它在第一次变轨的时候失败，然后第二次再进行变轨，这个并不是很罕见的现象，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但是 NASA 就把这个消息等于直接向大家公布了。从这件事儿你也能看出来，就是说现在就是美国吧，实际上包括欧盟、包括日本，他们在这些航天啊什么这些项目的一些公开性和开放性上，那这个恐怕我觉得和国内的相比呢，国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还能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去注意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它分成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西方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俄罗斯部分。那俄罗斯部分的时候，它那个进步号，它对接的是进步号货运飞船，就实际上是拿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号货运飞船，联盟号载人飞船改进的，叫做进步号货运飞船对接的时候，你能看到它那个自控系统在不停地喷气，然后来调整飞船的姿态，来和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对接。但是你看到在国际空间站西方这一部分，它的那些货运飞船，不管是 SpaceX 的龙号，还是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号，欧洲的这个 ATV，还有日本的 HTV，这些货运飞船的话，它基本都不装特别复杂的飞船自控系统，它可以装简单的，它不装特别复杂，就是用于对接的这种高精度的自控系统，它并没有装，它都是依靠在空间站上安装的加拿大机械臂捕获之后，来和国际空间站的西方段那一部分对接。那为什么采取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它是为了降低这个货运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货运飞船是一次性使用飞船，所以的话，它如果不在上面需要安装特别高精度的这个姿态控制系统的时候，那它的成本会有比较大幅的降低。它主要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未来的空间站恐怕也都是这样。对于像是货运这一类不是特别重要的物品的运输吧，那么我们就利用空间站的机械臂来实现和空间站的对接就可以，甚至将来载人飞船主要的和空间站的对接方式也来依靠机械臂完成，然后精确的这个姿态控制系统只是用于作为一个备份。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个精确的姿态控制系统的使用时长，而减少它的工作时间，提高它的寿命，主要是出于这个目的。那这样的话呢，也能比较好的来降低航天发射的成本。当然，这是要建立在你的飞船是重复使用的这个基础上的。我们知道现在的神舟飞船还是俄罗斯的这个联盟飞船都是非重复使用的，那就不存在这个现象了。猎鹰9火箭将来有没有可能安装上最新版的猛禽发动机？我觉得是这样的，猎鹰9火箭它的梅林发动机的推力呢，大概只有90吨。那猛禽3代发动机的话，现在推力可能已经到260到280吨了。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呢，猎鹰9号装9台梅林发动机，那在如果要是按照推力不变的来计算，那在猎鹰9上只要装猛禽3代发动机可能就够了。这是只是纯算推力，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就是说那个你火箭包括总体设计、气动布局、燃料供给系统这些的，飞控软件这些都是按照梅林 1D 发动机来设计的。如果你把009号火箭的注箱加上这个在专门做一个装3台猛禽3代发动机的这么一个框，然后和这个注箱对接在一起形成一个舰体，然后你要重新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还要进行这个飞控系统的重大变化，这可能比新造一个火箭还要费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想把009号这个升级，装猛禽3发动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它倒有可能在猛禽3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做一款中型推火箭来替代现在的009号火箭，这是有可能的。就比方说装3台或者装4台秦3代发动机，然后来做。4台可能性还是小。实际上，对于 SpaceX 这样的准备1级可重复使用的话呢，它最好是装5台发动机，那1台在正中间。起飞的时候呢，是5台一起工作，然后返回的时候呢，是中心1台发动机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它那个发动机，它的推力调节范围也不是从0一直到100%，它一般的，比方说比较好的，可能是能到50%、40%到110%，大概是这个调整范围。那差一点的，可能你像中国的好多那个推力调整范围，可能就是80%到105%。而作为火箭的这个1级回收的时候，实际上它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火箭起飞的时候，它可能比方说重500吨，因为它里面有400吨的这个推进剂。那它回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就只有105吨了，就是100吨的这个基础结构，然后再加上5吨的剩余推进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发动机的推力过大的话，那么你可能最后很难让它稳定的降落。因为你的猛禽三代280吨的推力着陆的时候，你只能让发动机处于30%推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下，这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工作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所以的话呢，作为可回收的火箭来讲呢，猛禽能够适用的它的火箭的最后的干重，就是1级火箭的这个干重，就只不含推进剂的重量呢，也不能太小。要太小的话呢，它是调整不过来，稳定不住的。火箭发动机上这个煤油和甲烷做燃料有什么优缺点？实际上，煤油做燃料的话，优点第一个，煤油的话它是常温燃料，所以的话它不需要搞低温的这一块儿。当然，你液氧那块儿要搞低温啊，但是我现在单就煤油来说，它的这个不需要搞低温这一块儿。第二个来说呢，它就是相对来讲呢，它的密度比较大。这样的话，它产生同样的热值的情况下，它占的体积要比甲烷的小，就是说火箭的这个外形尺寸你看着能小一点儿，这是它的主要的第二个优点。大概主要是这两点吧。甲烷的优点，甲烷最大的优点是，比方说它可以在外星采集，那煤油基本上你不可能在外星采集，那甲烷可以在外星采集，这是一个。第二个甲烷的优点是它燃烧非常干净，它基本上很少会产生积碳，我只要控制好供氧量的话，它就很少会产生积碳。但是煤油发动机的话，产生积碳是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我从重复使用来讲，那甲烷发动机和这个煤油发动机相比，我想让甲烷发动机实现多次重复使用，就要比煤油发动机更简单。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一点。所以从地球上发射的火箭，从地球上发射作为1级火箭来讲，可能煤油稍微合适一些。那在太空的时候用煤油，那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它的比冲是比较低的。咱们这么说，煤油、甲烷、液氢这3种燃料，4种吧。第一种是固体火箭发动机，第二种是煤油发动机，第三是甲烷发动机，第四是液氢发动机。比冲最低的是这个
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的优点是推力大，但是它的比冲很低，所以在外太空的时候就会显得我产生同样的推力，维持同样的推力，就要消耗质量更大的这个推进剂，所以在外太空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太适合使用这个固体火箭的。然后呢，再次一点儿的就是煤油发动机，煤油发动机它的比冲呢，相对来也比较低，它一般可能只289到312。然后甲烷的话呢，可以把比冲呢，可以到330、360，大概到这个水平。它就是比冲高一些，等于相对来讲更省一些推进剂。然后最高的就是液氢，那现在咱们都以化学火箭来算的话，那它的比冲可以到410、420，最高可能能到450，大概是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的话，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吧，就是煤油和甲烷的几个优缺点的比较。从总的来讲，从作为一个公司运营火箭来讲呢，可能甲烷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它主要是第一个是比冲比较高，第二个呢是重复使用的话呢，我可以把壳子做大一点儿也无所谓，因为我是重复使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关键性的，它的成本比较低，所以作为重复使用的火箭来讲，那甲烷应该是比较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比较优秀的一种推进剂。